大概桌上的玩家呢都在讨论就是荷官的专业度。然后刚刚最夸张，刚刚一个荷官在给我睡觉，他发完翻牌，然后有人在想，他眼睛就闭起来，然后他牌桌上睡觉，这样可以吗？我们一个人付1万块，然后有人就说，我们付了1万块，你不可以睡觉。然后button位永远只发1张牌。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参加的是1万美金 WSOP 的主赛事今天主赛事呢，我是从第一个级别的最后大约半个小时上桌。那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睡到舒服一点，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呢，喝了杯咖啡就直接上桌。然后我们是提前1天买票所以我已经知道我的桌号。然后一来的时候呢，稍微看一下桌子，大概有2-3位玩家是我之前有遇过的。然后有1-2位玩家，我看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觉得打得比较松一点。我觉得桌况呢，跟往年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桌号呢比较好因为大部分玩家只要我不认识，都是一个好事情。第二个级别呢，发生了3手有趣的手牌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盲注级别呢是200、300起始筹码是6万，也就是说我们大约每位玩家都有起始筹码，大约是200个大盲这手牌呢是我在这个Low Jack 位加注到800，我是一对 QQ， 然后呢 High Jack 玩家跟注，大盲位玩家跟注翻牌是 Q16 2张梅花，然后前面的玩家 check 这边也是一个混合策略，然后一样我说的是整体的范围。那我选择了下注的话呢，大部分的时间都会选择下注小尺寸3人底池我下注1000，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 High Jack 玩家跟注大盲位的玩家 raise 到5500。那这边大盲位 raise 到5500呢，其实我觉得它的范围呢，其实都不会到太差。我觉得任何的2队，任何的这个很强的这个 combo draw 都在它的范围里面。那我的直觉呢，这个手牌呢，就是一个打扑克就很简单嘛你是最大的手牌，你就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底池，至少很大的几率是这样。所以我当下选择了再加注。那我当下选择的加注尺寸呢，是加注到15000。15000大约是 raise 大概70%左右的 pot，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 size。我可以有一个50%或者100%，或者是我就是整体的范围我都 raise 到一个70%的底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加注尺寸我是最大的牌。那如果说他今天是 Q12 队，如果他今天是66，如果说甚至他今天是10如果能够在翻牌或者转牌尽量的投入我大部分的筹码的话，我觉得是个好的事情因为转牌可能会开9，会开 J， 会开梅花，会开很多牌，他的2队或3条呢可能会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你有大牌的时候呢，就是投入更多的筹码。所以我选择了再加注了15000，然后很可惜的是2位玩家都弃牌。当然这把牌呢让我赢到了接近8-9千的底池所以算是不错，然后打到大约有68000左右。好，下一手牌呢就比较简单一点一样200、300 button raise 1000，我在大盲位跟一个 A7 黑桃翻牌是 A34， 然后我 check 底池2500，对手持续下注1200，然后我 check call， 转牌来一张方块5，然后我 check 他也 check， 合牌来一张方块9，然后我 check 他也 check， 然后我是 A7 就赢下了这个底池。接下来这把牌呢，我觉得算是我自己在打完这手牌的时候，坐在桌上就是稍微想这手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手牌应该是我今天处理的最糟的一手牌，应该说会是一个错误，跟大家分享。好，这把牌呢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然后呢这个 UTG+3 的位置选择了 limp， 然后 High Jack 玩家呢也选择了 limp， 我在 CO 位我拿 K8 红桃，我也选择了平跟，然后小盲位也跟进来，大盲 check。所以是5位玩家5位底池，然后翻牌是874 2张梅花，然后底池是1800，全部都 check 到我，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K8 顶对我选择了下注500，然后只有这个 High Jack 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来一张 A 转牌来一张 A 的话，这位玩家 check， 那我认为我这边可以混合策略的下注，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 limp 的范围其实大部分不会有 A 第二个就是会有很多的卡顺，或是双头顺，或者是同花的这种听牌的手牌组合，所以其实我的 K8 其实是可以拿到更多的价值，然后透过转牌下注合牌 check，
就可以赢下这个底池哦，不希望让对手可以看一个免费的合牌。那当然，如果说我转牌 check， 然后合牌考虑抓炸，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策略啊。所以当下我选择了底池2800，我选择了下注半个底池1400啊，对手跟注啊，合牌来了一张6啊，也是一个不是同花的6。然后这个时候呢，单张5就成顺，然后他选择了很快速的选择领先下注3500。啊，这个时候底池是5600，他选择3500。那我觉得这一手牌呢，其实我觉得我的顶对应该说，在这个合牌，我觉得合牌6或合牌5的范围呢，面对下注，我应该都要弃牌我的大一对。然后当下我觉得用一定的几率呢去抓炸胡哦，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策略。但实际上，我认为合牌如果掉5或掉6，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因为它的同花的炸胡不够多。原因是什么？它的同花的，比如说90啊，合牌也中顺，也不是炸。然后如果是同花，如果是10J、10Q、Q10，其实大几率会翻牌前会 raise。如果说它今天是 A 叉同花哦 ，A 叉梅花的话，它合牌也不会打，因为它转牌中了一个 A。比如说它今天是假设是 A2梅花好了，它转牌中 A 了，它会继续 check 口，合牌它会 check。所以其实它的炸胡，就你想一想，其实真的不多。那我要抓炸胡的话，其实我有顺子的组合，我有5的顺子的组合，或是我会有90同花的顺子的组合，其实都已经足够多去抓炸，我不用去用一个 K8 的中队去抓炸。所以这手牌我抓到炸胡，那你就抓到顺子，那它是52方块。那它翻牌前平跟这个手牌呢，也是一个过宽的范围，但我觉得不意外啦，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松的玩家，所以呢。这把牌呢，我觉得合牌的3500的跟注呢，是一个今天来讲算是最差的跟注，就是比较糟一点。那今天比较大的底池来都是这3手牌啊。除此之外呢，休息前有人 raise 800，有人跟注，然后我这边拿一对 J 加注到3600。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休息前啊不太想搞，就是休息时间嘛，不要浪费时间，所以他们2位玩家都弃牌。然后休息前呢，赢下了一个底池。那我们现在的筹码量呢，应该有68000、9000左右。所以算是一个有成长啊，那有成长总比没有成长好啊，所以大概就是第一个级别的状况。那我们等一下呢，再会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3个级别，然后再跟大家做手牌分享。现在是第3个级别打完的晚餐休息时间，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第3个级别发生了哪几手有趣的手牌。好，首先呢，这个盲注级别呢是200、400，桌上大部分的玩家呢都是接近大约是6万左右，所以都是一个蛮深筹码的状况啊。这手牌呢是这个 CO 位的玩家 raise 1000，然后我在 button 位拿一对5跟注，然后大盲位也跟注，翻牌是 A77啊，底池3600。好，全部都 check， 然后转牌来一张 A， 啊，这个时候变成是我的牌就变5嗨了嘛，然后大盲又 check，C2 位玩家又 check，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考虑下注的炸胡哦，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只有5嗨，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些7或者有些 A 的手牌呢，也会下注哦，所以我觉得整体的策略呢，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下注尺寸呢？我觉得3人底池在转牌的话，小尺寸就可以达到我的炸胡的目标哦。所以呢，我选择了下注1200啊，1/3底池啊。大盲位呢，很快速的跟注，然后 CO 位玩家弃牌。合牌来了一张无关紧要的6，变成是77AA6，然后大盲位 check。那我这边的话不会选择炸胡这个手牌哦，又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要炸胡的话，不会小尺寸。但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呢，除非我选了一个很夸张啊，什么1万啊、12000，或是接近很大尺寸，他才会考虑弃牌。那当然有 A 的话，基本上他都不会弃，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放弃炸胡，然后我就 check， 然后大盲位是 Q7 同花，也就是它就是 full house。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个合牌的过牌呢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下一手牌呢是一样的3个人哦，真的是一样的3个人，也是 CO 位的玩家加注。然后我这次呢，我在button位我拿80黑桃啊，选择跟注。然后大盲位呢也跟注。然后这个时候是翻牌是 Q97啊，底池3600，然后大盲位 check。这位 CO 位的玩家呢，选择了持续下注1200啊，1/3底池。那我这边80黑桃的话是这个双头顺 draw， 所以我选择了跟注啊，大盲位弃牌。那时候底池有6000，转牌是一张 Q 啊，叠牌 Q， 然后 CO 位玩家 check。我觉得我这边的话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如果说我要下注的话呢，当然是最明确的就是我的 full house， 我的3条 Q 都会下注。
然后我的炸胡的手牌呢，当然最明确的就是这种双头顺的手牌组合，甚至是2张红桃的这个手牌组合。所以我当下选择了下注，然后我选择的下注尺寸呢是3000，就是半个底池。然后我下注3000 ，COA 玩家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红桃10，COA 玩家 check。然后这边的话我就中了一个10的对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摊牌价值，然后也不能够价值下注，因为它可能会有 JJ， 它可能会有我不知道 A10或者是一些比如说10J 啊，有可能。所以我的10很明确就是一个摊牌价值，然后呢我也不用炸，所以我选择了 check。然后 COA 玩家是这个8-9不同花，第一个8-9不同花我觉得有点松，但是不意外。然后我就成功的在合牌集中一张10，所以赢下这个底池。最后一手牌呢是在这个10人桌的 UTG 加注1000，然后我在 UTG 加2，我拿1对6选择跟注 ，Hijack 玩家跟注，大盲位跟注，4位玩家，底池4600，翻牌是874，两张红桃，我有红桃6。然后这时候呢，全部都 check， 到最后面这个 Hijack 玩家呢选择了下注2000，然后前面玩家都弃牌。那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1对6带上有红桃，带上有卡顺跟后门花，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跟注。所以我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叠牌4，然后底池8600，我 check， 后面的玩家也 check。合牌呢是一张 J， 然后我也 check， 然后后面玩家也 check， 然后后面的玩家呢是97同花，97方块，所以他中了一个中对，然后选择了下注。566就是到合牌没有变强，然后就输了这个底池。但这个级别基本上，我从大约接近7万的筹码，那我刚刚离桌前呢，我看了我的筹码量大约是6万4，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等一下呢，吃完晚餐我们会再进行2个级别，就会结束今天的比赛。然后我们等一下看究竟有没有更有趣的手牌。第一个级别的时候因为我不在，所以我上来的时候呢，大概桌上的玩家呢都在讨论就是荷官的专业度。然后刚刚最夸张，刚刚一个荷官在给我睡觉。他发完翻牌，然后有人在想，他眼睛就闭起来，然后他牌桌上睡觉，这样可以吗？我们一个人付1万块，然后有人就说，我们付了1万块，你不可以睡觉。然后有一个就是一直算错，就是他不会算筹码，然后发牌也发错，然后button位永远只发1张牌，然后不给人家2张牌，发1张牌要怎么玩？发1张牌不用赔我是没有被发1张牌因为我一直很专心在看。然后就是荷官的话，就是非常的不行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很不舒服因为每个人10人桌，大家都坐得很近很挤，然后已经没有位置，然后大家都知道吗？这样弄来弄去，就感觉到人家的毛在你身上那样搓啊，你知道那个手毛很长，然后贴很近，这样子一直给你弄，一直给你弄，然后位置又很窄，然后有人又在那边按摩，你看有人按摩对不对？对啊，然后有人按摩的话，它位置要比较大，那它位置大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位置就要更小，所以我们就会更不舒服。那我还要拍手牌，我就挤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我也很怕被人家看到牌，所以要很小心。所以我觉得这个赛事体验呢，第一天呢非常的糟糕，但是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也预先就讲了 ，A、B、C 组呢都是9人桌，可是 D 组因为桌子不够多，荷官不够多，然后人数又太多，所以呢这个 D 组的赛事体验一定会是最糟。但听说啦，第2天是不会10人桌但听说啦，有没有保证也没有保证所以我们就第2天再看。我们现在呢是第4个级别打完了，也就是今天第1天的最后一个休息。我们休息回去呢，会再打一个级别，然后就会结束今天的比赛，然后跟大家讲我们刚刚遇到了哪些有问题的手牌好，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筹码量大约有6万3000、4000左右，然后就是一直掉非常的不顺。好，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牌好了，就第一把呢，在这个 low jack 位玩家 raise 1200，然后 button 位玩家跟注，这是300、500，我在小盲位拿1对 Q。这个时候呢，我加注到6300，然后呢 ，low jack 玩家跟注 ，button 位玩家跟注，底池大约2万。翻牌是 K97 2个红心，我认为呢，我可以有一个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就算是我的 QQ， 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然后呢，我实际下注5500，然后 low jack 玩家弃牌，然后 button 位直接 all in。他直接 all in 呢，他就在演，他好像在什么同花顺子听牌all in。我跟你讲，这种 all in 超怕 all in，牌都超大。然后呢，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手牌，验证我讲的话没有错。反正这把牌呢，我就是很轻易的就可以弃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不顺就是当你拿到大牌的时候没有赢，就是不顺。对，下一把牌呢，10人桌 UTG race， 然后我的 UTG 加1拿 QJ 方块，然后选择跟注 ，low jack 玩家跟注，大盲跟注，4人底池。好，翻牌是18585梅花。
底池是4800，全部人都 check， 转牌来一张梅花9，代表什么？代表我中了顺子。但是呢，同时呢，牌面上有3张梅花，大盲会选择下注1200。这个时候呢，我的 QJ 顺子虽然说是顺子，但是我没有梅花，多人底池的情况下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呢还是跟注，所以我选择跟注。然后呢，这个时候 low 价位的玩家选择加注到5500，那我是顺子嘛，那我肯定就只能跟啊，没有别的选择，那我就扣。然后合牌来一张黑桃 Q。就是一张 J 就成顺啊，然后我就 check， 然后后面的玩家呢也 check， 我是 QJ 嘛，我想说他 check 我应该就赢了，结果他呢是 AJ AJ 带梅花 J， 他就是一个双头顺的这个听牌，然后在那边加注就变 chop， 就这样我总牌顺子被合牌被人家 chop， 就是对啊，这怎么赔？没有人赔我，不是这种就是你看。我跟你讲一下，那个大盲位那个玩家，就是他有牌了的时候呢，他的赢超多，人家就是要么就炸唬他，要么就推他干嘛。然后他没牌的时候呢，都会去卑鄙人家。打比赛就是这样的运气。他晚上桌没干嘛，然后就打到什么13、14万，然后打得跟个一样，这可以录吗？对，就是他一个，他就是原本人家讲那个，对，他还叫你拍他，就说你看这个，我看我好强哦，拍我，不要拍这个了，这个人没有用，拍他。请看 VCR。对啊，这样可以吗？然后就现在筹码就是很少。然后刚刚前几把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有人加注，然后我跟注1对8，然后被别人3逼到什么4、5千，然后别人跟注，然后我也要跟注啊。这1对8就是筹码量就是进去扣嘛，所以我大概扣了2个3B 帕，然后都没有中，直接 check fold， 就会损失个3、5千、3、5千，没有大牌，我没有 AA， 没有 KK， 没有 Ace King， 拿一个 QQ 输个1万那样子，然后就是对，希望等一下运气好一点。有一个下家那个不知道干嘛，看那也是很夸张。那个旁边那个好像是印度人还是哪里，然后他在 CO 位加注，然后我在bottom位我弃牌，然后小盲位呢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就是差不多30、40岁的一个玩家，然后在看影片就等牌嘛，就感觉就不会乱搞，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 all in， 他就all in， 为什么啊？那个人虽然说筹码比较少，但他有70个大盲，35000是70个大盲，就他 raise 2个大盲，然后有人就直接 all in 70个大盲。然后那个70大盲的就 CO 位的玩家就扣他是 KK， 然后小盲位是 A8 黑桃，他就直接 all in 一个70个大盲，我也看不太懂。然后那个人就直接翻倍，就是这种我看不太懂为什么人家 KK 对就突然就发作，就是好像看影片紧一整天然后突然拿了个 A8 铜就发疯了，这个发疯真的是发疯了。然后我整桌在那边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很糗，就很尴尬。你不要这样做就不会尴尬啦，对不对？自己在那边乱搞，不是我还没有牌可以去弄别人的，就是我都乖乖的，然后该怎么牌就怎么玩，但是就是不是很顺利。但我也觉得还好啦，我也不会觉得说主赛事好像出局很沮丧，没有嘛，就是一个单纯就是一个1万块的比赛，只是特别多人的比赛而已。所以我觉得呢，3万好不好？加油，老板加油！挺进 Day 2。好。不然你那中个就惩罚嘞。没有啊，有可能他们也不会进啊，讲的好像已经进了一样。谨慎发言。对啊，讲的好像别人会进，是不是？他们有人会进吗？有那么先想好要怎么惩罚。你有那么好进？我一定是吃豪华美食啊，我还要讲吗？自己有爽的。对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打完最后一个级别呢，会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整体状况。好，等等见。打完了第5个级别，结束了今天的整个赛程哦。讲话都不会讲了，你看被打到都不会讲话了。对，跟大家讲哦，2个小时没牌玩哦，被牌玩真的没有牌可以玩。唯一一手可以讲一下，我觉得这手牌没有什么特别，但还是讲一下，在这个 low 价位的对手呢，300、600加注了1400。然后我在大盲跟注 J3 黑桃，我大概只有24000啊，他比较多，他大概有7、8万，所以有效筹码是40个大盲。然后翻牌是 AA10 2个梅花，我是 J3 黑桃，我 check 他也 check 转牌来一张6，我 check 他有 check， 然后合牌来一张 J， 合牌来一张 J 的话，我觉得我手牌呢还是可以放在一个 check 的范围，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我这边 check 底池3700，合牌呢我 check 之后呢，他下注3000。我觉得下注3000，当然他可能有 King Queen， 在他的范围，然后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一些 A 的范围，甚至是一些 Full House 的组合。但我觉得，玩家总是有在合牌，就是他的牌可能 check 就是不会赢嘛，
那我觉得他就是有机会炸胡。所以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我这边的 J 应该必须要很经常的跟住啊。如果他会有炸胡的几率的话，那当然如果说你说他永远不会炸胡，那我当然就不用去跟到这个 J 嘛。但我觉得这个照合牌来讲的话，算是我一个蛮顶端的范围，所以我选择了跟住啊，就看到 A10 Full House。就他翻牌就 Full House， 就是想要慢打啦，因为他就觉得他都中 Full House 嘛 ，A10 翻牌 AA10， 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会有牌会有跟？我觉得很多的玩家会有一个错误的状况，就是说，他是拿 A10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这把牌翻牌跟转牌都 check， 他合牌下注5个大盲，他这手牌中 Full House 最多就是赢5到6个大盲。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大牌要建一个大帕，就是翻牌跟转牌要持续的下注。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也很重要的观念。但我觉得就是这把牌，就是虽然说他这样的打法这样是赢最多嘛，因为翻牌他下注我就不会跟，但实际上我觉得以长久来说呢，很多玩家会犯这种错误呢，就是有牌一直 check 啊，没牌一直打，就想讲一下这样子，我输了想嘴一下这样子，对。然后除此之外呢，都没有牌可以玩。这一个休息之前上桌，大约我有3万的筹码，然后这2个小时呢，就是没牌玩，那被洗到剩下14700进入 Day 2，好不好？虽然说呢，我只有14700，但是我觉得 Last Longer。我猜我是赢定了、啊，这样还赢吗？怎么可能输，对不对？对啊，不可能输啊！你要知道，这大家都是第一天运气好没有用啦，后面运气好才重要，懂我意思吗？今天有看到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玩家，职业玩家，他前2个小时呢就从6万然后打到10万，然后换桌，然后换桌之后呢10万一路掉到剩2万还1万，然后最后一把牌 AA all in 输给 AK 同花，所以就是。你知道吗？运气好的时候就是就是运气好，那运气不好的时候 AA 都不会赢啊，所以这个是还是要看一点状况啦。然后我觉得第一天不顺利，我觉得也还好。然后重点是我们看第2天会有什么有趣的状况。好，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手牌分析的话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做任何赛事里面遇到有趣的手牌啊，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我的影片，按赞，谢谢大家。好，我是小 P，拜拜。